大家好，又係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我上星期咧就去咗日本，原先計劃呢個禮拜咧就暫停金銀週報一次嘅，但翻到嚟出奇地睇到咧，美股、比特幣同埋黃金版咧都下跌喎。細心聽鮑威爾議息後嘅講話，其實咧內有玄機。我並發覺咧喺冇股災情況下咧，明年美股咧有機會下跌35%添，所以特別做咗呢集嘅快訊。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2024年金銀週報快訊。聯儲局星期四做出貨幣政策決定啦，一如市場嘅預期，聯邦基金利率下調25個基點，基準利率降至4.25%至4.5% 嘅區間。呢個係2024年連續第3次嘅降息。鮑威爾喺會議後見記者，意外地放鷹。隨住特朗普新政府推出新嘅經濟議程，但喺沒有具體細節情況下咧，聯儲局官員預計喺呢個2025年將推遲降息嘅活動，並等待經濟嘅數據，確定通脹仍有望達到2% 目標。另外，聯儲局首選通脹指標 PCE 物價指數顯示，較10月更增長0.1%，年率增長為2.4%，均低於預期。剔除食品能源後核心 PCE 亦都增長0.1%，較去年同期增長2.8%，兩個數據都比預期低0.1個百分點，推動星期五美股回升。但過一個星期股市、比特幣同埋黃金仍一同咁下跌嘅。美匯指數升0.82，報107.77；道指跌962點，報42,866點；標指跌119點，報5,932點；納指跌358點，報19,573點；黃金跌17美元，報2,623美元；白銀跌1.04美元，報29.55美元。點解聯儲局一如市場嘅預期，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25個基點後但股市、比特幣同埋黃金大幅下跌？跟住我會分析鮑威爾講話嘅玄機。我睇到鮑威爾喺2026年6月任期完結前聯儲局同埋特朗普政府一定出現好多矛盾嘅，而且我覺得市場仲有更大嘅調整。美國聯儲局喺星期四公布議息結果一如市場嘅預期，減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現在介乎喺4.25至4.5厘。鮑威爾喺議息後見記者，意外地放鷹，只喺2025年將放慢減息，觸發全球金融市場震動啦。左圖嘅最新點陣圖顯示，2025年減息0.5厘，只減2次息。喺9月嘅估計係減1至1.25厘。一共減4次息嘅。圖中顯示甚至有4位官員判斷明年只會降息25個基點，呢個令市場感到憂慮，甚至擔心隨時會暫停減息添。原因係特朗普上任後計劃向各國加徵呢個關稅，呢個將引發通脹，令失業率上升嘅。聯儲局有機會暫停減息甚至加息，咁樣就令美匯指數走強啦。目前處於108嘅水平之上。星期四美股三大指數下挫，道指更急瀉過1100點，就連被視為具有避險功能嘅黃金版亦不能幸免下跌啦。道指已經連續下跌10天後，喺星期四就輕微反彈15點，呢個係自1974年嘅第2次。道指6年嘅平均 PE 係20.95，目前係26.77，比平均係高咗27.7%。標指比平均嘅 PE 係高35%，納指比平均嘅 PE 更高60%。咁樣喺冇股災情況下如果美股要調整至6年嘅平均水平嘅話保守估計平均要跌35%，咁道指就會跌15000點，標指就跌2000點，納指就會跌6800點。比特幣早前歷史性突破10萬美元，引來幣圈嘅狂歡。適逢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表明將對加密貨幣採取重大嘅行動，咁樣令市場憧憬加密貨幣牛市正在開始。有機構更預計比特幣未來將升至20萬美元添。
不過其實特朗普只係提到創建一個對加密貨幣友好嘅政府信息，咁有啲人解讀咧，即將上任嘅特朗普政府咧，進一步咧建立比特幣作戰略儲備。大家聽下喺議息後鮑威爾講啲乜嘢。Do you see any value or benefit in the U.S. government building a reserve of Bitcoin? So, we're not allowed to own Bitcoin. The Federal Reserve Act says what we can own, and we're not looking for a law change.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for Congress to consider, but we are not looking for a law change at the Fed. 大家聽到嘛？鮑威爾喺議息後咧，明確表示無意參與政府牽頭比特幣戰略儲備嘅計劃。聯儲局咧係不能持有比特幣嘅，局方咧亦不會修改法律喎。咁比特幣咧立即失守10萬美元大關。呢個禮拜比特幣從高位108134美元跌至95254美元，下跌咗12%，反映市場消化聯儲局決策同埋預測過後咧，全球風險情緒再次轉弱，加上地緣政治風險加劇，有資金流入呢個黃金市場，現貨金價喺星期四低見2583美元後咧止跌反彈，星期五咧回升上2621美元嘅水平喎。呢個禮拜黃金從高位2663美元跌至2621美元，下跌咗1.6%。所以鮑威爾講虛擬黃金指呢個比特幣同黃金係一樣嘅，肯定佢係錯啦。最後希望大家睇完以下嘅論點咧，歡迎大家留言俾我，講下你嘅想法喎。2025年黃金版面臨雙向嘅情況，聯儲局嘅貨幣政策決定，特朗普同埋經濟嘅外交政策，各國央行嘅購買量、地緣政治發展等成為主要嘅驅動力。先睇下睇跌嘅情景先。考慮到黃金版喺2024年從地緣政治嘅衝突咧受益匪淺，特朗普咧可能會喺其總統任期頭幾個月咧積極尋求解決喺2025年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嘅緩和同埋俄烏戰爭嘅解決，可能會引發金價大幅下行嘅調整。聯儲局政策前景鷹派傾向可能對明年金價造成呢個壓力。通貨緊縮缺乏進展，以及通脹前景不確定性嘅加劇，特別係如果特朗普繼續提高呢個關稅，可能會導致聯儲局政策制定者不會逐步降低呢個利率，甚至會加息。中國經濟嘅表現可能會影響2025年黃金需求嘅前景，因此全球最大黃金消費國中國經濟疲弱可能會對黃金產生負面嘅影響。跟住睇升嘅情況啦，全球主要央行繼續寬鬆政策，可能有助於金價喺2025年走高嘅。即使聯儲局不願意降息，如果歐洲央行同埋英國央行大幅放寬政策，黃金版咧仍可能吸引歐元同埋英鎊嘅資金嘅。中國經濟改善亦都可能對金價產生正面嘅影響。好消息就係以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變化衡量嘅年度通脹率喺11月咧年減至 0.2%， 因此中國可以不考慮通貨膨脹嘅情況下咧刺激呢個經濟嘅。地緣政治嘅擔憂嘅進一步升級，可能會令黃金繼續成為避險資金。伊朗同埋以色列之間出現新嘅對抗，或者俄羅斯同埋烏克蘭拒絕達成停戰，都可能會導致投資者尋求黃金版嘅庇護。2024年黃金嘅主要催化劑之一係央行嘅購買。世界黃金協會喺2025年黃金展望報告中表示，協會認為咧超過500噸嘅需求咧大致係長期嘅趨勢，仍應對黃金版咧產生正面嘅影響。相信2025年央行需求咧將超過呢個數字添。咁由於我想盡快出呢個快訊，我會喺28號嘅12點3期嘅金銀週報咧，綜合專家嘅分析，拆解喺2025年黃金版走勢同埋價格。
最後，如果大家想請我飲咖啡嘅話咧，香港嘅朋友咧可以掃描左邊嘅匯豐銀行 PayMe， 或者掃描右邊嘅支付寶。而海外嘅朋友咧可以透過 buymeacoffee.com 請我飲咖啡嘅。歡迎大家加入我個 Patreon 成為我嘅會員。如果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